大家好，老韩，今天呢天气不错，风和日丽的哈，我们抓住春姑娘最后的尾巴，今天再出去浪一下。今天呢陪我们出去浪的是这台2022款30欧蓝德 SEL 加了一个 Touring Package， 就相当于顶配了哈。2.5升4缸机加 CVT 模拟的8个档位，配有超选4驱3排座 LED 的前方照明灯组、大灯清洗装置、255/40/20的前后胎，全车皮革、液晶仪表盘，加上各种驾驶辅助哈。它这个 SLE Touring 包里呢，还有加热的方向盘、皮革的门内衬、10.8寸的抬头显示、10个扬声器的 BOSE 音响、全景天窗、后排侧窗的遮阳帘，含运费的 MSRP 总价为37995。这车呢，发动机、变速箱来自于日本，总装下线于日本工厂。其实这一代的欧蓝德呀，不论是它的平台出身，或者说它的车身形式，再加上它这个4缸2.5的排量，还有它这个20寸的大轮子，那俨然它就是一台公路 SUV 城市跨界车哈，跟硬派越野呢应该不发生太大关系。那当我每看到这个车方向盘中间有个30 logo 的时候，就能有一种 V73久违的感觉啊！再加上这车随处可见的超选4驱的 logo， 还有中间那个多地形选择，这些都勾起了我去野外、去户外试一试的欲望啊！今天我们选这个路线呢，是比上一次那个路线稍微远一点的，同样也是一条重穿越、轻越野的一条路线。那我们看看这一路走过来，这台欧蓝德能否胜任哈？感谢大家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点亮小铃铛。出城啊，大概跑了1个小时哈，整体呢都是铺装比较良好的高速、州道和郡道。通过这些天的体验呢，这台欧蓝德呢在公路行驶还是比较舒适、比较惬意的，还算是一台称职的城市公路 SUV。它的悬挂调教呢也是比较注重公路行驶的舒适性哈。你像过一个平顺的起伏的路面呢，车身也有着比较舒适的起伏的幅度，它不会像钢炮那样拽车身拽的比较紧哈。当然呢，它也不会像老年美系那种忽悠的那么夸张。相反呢，人如果压到路面上这种接缝啊、棱子啊或者凸起的交通标志的时候，它反应的呢也非常直接哈。相信这个效果呢，更多应该归咎于它这个20寸的大轮子哈。如果轮子小点、胎壁厚点的话，我觉得它应该更加舒服一些。公路行驶的时候呢，车里如果坐3到4个人，动力呢应该说够用。当然你说它多澎湃多劲爆也谈不上，毕竟它只是一台4缸2.5升自吸的发动机，咱也不能为难人孩子哈。从静止起步，即便你把转速拉到4000转，提速它也不会有多猛烈，还是比较冷静的哈。CVT 变速箱呢，它会模拟出来升档或降档的那种顿挫感，同时呢，在转速表上，发动机转速也会有模拟升档降档的变化哈，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噪音这块呢，也可以看出来30呢是下了一定力度哈。你像前排这2个窗户，前排这2个侧窗，玻璃呢都是双层夹胶玻璃。当然这事儿呢，咱在哪个价位唠哪个价位的嗑。那在这个价位的油车里面，前排这2个侧窗户用双层夹胶玻璃的确实不多哈。那如果单论噪音控制这块，这个欧蓝德和友商竞品相比，它应该还是靠前排就坐的哈。车辆安全辅助以及辅助驾驶这块呢，总体感觉和日产的车就比较像了。各种预警系统呢，还算是比较灵敏吧，警告啊和介入啊都算比较及时。这次同样哈，刚接到这车的时候呢，我就关闭了道路保持功能。主动巡航这块，当你正常跟车的时候，就是在一个线里正常跟车的时候，它还算是跟的比较自然，速度控制比较自然，比同胞友商的低版本的系统表现的要好一些。那就是有一个使用场景，就是当你要并道的时候哈，那就是当你并道地上的虚线呢，正好在你2侧轮胎中心线的位置，它会识别前方是没有车的状态，它会在这个状态下加速行驶。那当你并道成功了之后，它发现前方有车，然后它再突兀的减速。就是这个使用场景显得调节速度还是挺突兀的哈，其他场景正常场景跟车速度控制的都还可以。抬头显示呢，这车显示的面积很大啊，显示的也比较清晰，只是单就功能性和显示内容上呢，在如今抬头显示界还算不上是头的哈。刹车、油门、踏板和方向盘那个转向力度都比较轻，男女上去都没有压力哈。
刹车踏板的行程呢有矿量，踩下去呢大概前1/3是没反应的哈。而刹车当你有反应之后还算挺好用哈，这个大家得适应一下。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也有一定的自由行程，当然并不大哈，会有1到2度的矿量吧。另外在高速上这个方向盘也不是很沉的那种哈。兄弟们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它这个路线规划的起点了啊，现在咱们开始走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路呢基本都是大车压过的路，最起码是那种大型皮卡压过的路哈。中间呢有隆起，两边呢是车辙，这样呢像这种底盘稍微低点的车就不划算了哈，你就得稍微压着点中间那个隆起，要不然指定得刮底盘。也可以看到呢地上都是这个水冲过的痕迹哈，最近的这边下雨下的确实有点多了，这边就是铁道，走这道确实也挺考验这个欧蓝德的啊，这全是牧场。大家看那路边撞死个鹿，两个老鹰正搁那吃鹿呢，上面还有几个在那盘旋呢，准备下来，但是轻易不敢下来。哎，已经下来一个了，哦，下来2、3个了，4个，上面还有在盘旋呢，有一个开始下嘴了。等不及了，天上至少还盘旋4、5只，有另外2只试探的往前走呢，又下来一个，开始打架了。那今天带欧蓝德来跑这个路啊，就感觉比上次给大家录视频跑那个路况要差很多。全程呢都是这种碎砂石路，没有上次跑的那种非良好的铺装路面哈，真心感觉有点难为这台欧蓝德了。那从动力上来讲呢，因为也没跑过什么泥地呀，也没有太复杂太刺激的路况啊，也没有上太大的坑，没有上太大的坡，动力感觉还是没问题的。全程呢我用正常模式跑下来，完全没有焦虑哈。但它这个路呢，经常隐藏那种 N 多的小坑，有的地方呢明明是搓衣板路，但它被砂石啊都给隐藏起来，都给掩盖起来了。再加上这2天雨水比较多，好多用砂石垫好的坑又重见天日，重出江湖。这样呢，对于这台欧蓝德的悬架呢，就提出了很大的考验。同时，这4条不合时宜的20寸的大胎，不仅仅是对这种路况帮不上什么忙，相反呢，还添了不少乱。你当车辆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啊，它传给驾驶者的感觉很直接哈，没有什么暧昧的粉饰，该咋的是咋的，全部如实的反馈。你在方向盘上和脚下这俩踏板上都能感觉到来自前方的实时战况哈。那同时，当这个车在野外压到一个稍微比较大的坑的时候，悬架这时候啊就好像不存在一样，就好像直接把车拍在地上那种感觉。公路行驶的那份忽悠的绅士感觉荡然无存。这时候呢，就好比是路况作用在车上，但疼在我的身上啊。相比于前一段跟大家浪的那个友商非竞品的车呢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那车呢是公路性能一般，但到了野外穿越呢，就跟放虎归山似的。而这台欧蓝德呢，在公路及铺装良好的路况上行驶，可能是更舒适一些，更适合它一些。那像这个欧蓝德呢，别的路况咱不敢讲哈，咱也没跑过。那仅仅就这种砂石路况和铺装良好的公路路况这2个路况来讲，这台欧蓝德更适合公路行驶。那至于它装的那套多地形选择呢，这次这种路况也没用上哈。我尝试着掰到了碎石模式，这时候电脑强制车辆模拟1档前行，严重的影响我的推进速度哈。我又把它掰回到正常模式了。看来电脑默认的这个碎石模式啊，比我遇到这个碎石模式要碎很多啊，要艰难很多，要暴力很多。那这么一比较下来呢，这台欧蓝德哈，虽然它挂着30的标，虽然它也有着2个超大的遮阳板，虽然它配上了比 V73还要大的天窗，但无奈啊，由于它出身的原因，你即便穿的是户外装，买了再多的户外装备，我个人主观的认为，这台车还是比较适合公路或者铺装路面行驶，长途的野外穿越并不是它的强项。你像我们买个房子，
就0.几 acre， 然后最多呢，城市里的房子也就几 acre， 你到这儿呢，几十 acre 都是小农场，地真大啊！经常看到一个院子里夯不啷当就一个小房，离挺老远，在山尖上，看着感觉真不错。兄弟，这又到了一个镇中心，东北话叫街里。小镇中心呢，没有什么人哈。你看这商户该关的基本都关了，这特像那种美国电影里那种小城镇发生点什么事儿呢那种场景啊。小镇里头那块儿是个商店，这面这商户也都关了，破败不堪的一个镇中心。这还有个银行。正规呀，这商户很多都已经关了，把那个门窗啊都拿木头给钉上了啊，都关了。右面是这个商店，这都拿木头板给钉上了。这是卖披萨的，就是商业一条街呗。本来这回也是哈，我吃饭的家伙事儿都带了，结果到这小镇上有个卖老莫餐的，外面连招牌都没有，但都是本地人哈，都是本地人上里买吃的。我也到里买了个吃的，今天就不开火了，买了个 burrito， 6块多钱，尝尝味道怎么样吧。今天大概就玩到这儿哈，朋友们，上午大概跑了1个多小时，下午呢也跑了1个小时左右。总体来讲呢，今天这个路况比上次那个路况要难跑一些。虽然上次那个也有砂石路，但是上次呢人还有铺装路面，就是铺装不太好的铺装路面。这次呢俨然全是砂石路，而且砂石路的标准、砂石路的路况还不如上一次。这个呢也是对这台欧蓝德给予了很大的考验哈。那透过玩这2个多小时呢，就感觉到确实这种路况对于欧蓝德来讲还是挺大的考验的。欧蓝德呢这个车目前看可能是公路行驶更适合它，虽然它头顶着30的 logo， 有着超选4驱，而且它这个地形选择呀也放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，想彰显一下30的越野品质。但诚实的讲，如果大家临时的应一个急，或者说临时的有个脱困的能力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但你如果想拿它做一个穿越的车辆来讲，可能是有点强人所难了。这个人不是这个工种的啊，它更多的还是适应公路行驶。那透过这几天的使用，包括今天加深了一些印象。首先最大的卖点呢是它的空间，虽然呢它是日产 CD 平台的一个产物，跟 ROG 呢跟奇骏呢属于姊妹车型，轴距呢跟 ROG 也是完全一致的。但是这个车呢，不管是实际尺寸上、外部尺寸，还是你在驾驶的感觉上，都是要比 ROG 大很多的。它在长、宽、高分别都会比 ROG 要大一些。那当你坐在驾驶席上开这个车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超越级别大小的感觉啊。那为了彰显这车的空间，30呢还为这个车设置了第3排座。但是呢，这个第3排座，我诚实的，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，使用场景应该并不多。首先，你很难坐进去啊，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，你都很难坐进这个第3排。这种尺寸做一个3排座的 SUV 呢，我觉得有点确实挺勉强了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说你能挤进去，你说你能坐进去，那你不装行李了，对吧？那就没有地方装行李了。那即便说行，你不装行李，你人也能坐进去，那车动力也不够用。2.5升4缸机拉3排座的人，大家想想。再一个卖点呢，就是这车配置比较高。我看了一下配置表，它在同样的价格能够买到更多实惠的配置。你包括在中配上就可以买到液晶仪表盘，这个液晶仪表盘呢，包括它的车机系统，跟日产的最新的那套基本都是一样的，包括英菲尼迪哈。但是即便是英菲尼迪 QX60， 它也不是全系都标配这个液晶仪表盘的，在那个价位上都没有标配。但是它呢，在中配上就可以标配了，在次低配上就标配20寸的轮圈。
这个确实挺夸张啊。再一个，这车你的感官上能够给你很好的印象，包括你的坐，包括你的触碰，包括你的感觉，这个车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座椅呢宽宽大大的，然后稍微比较柔软，像一个沙发一样。再一个，这个车你的手、你的胳膊肘能够触碰到的地方，用料都比较扎实，包括方向盘非常粗，方向盘的手感非常棒啊。再然后，你像它这个车门内衬呢，虽然它门板上那个造型并不像一个非常高档装修队干的啊，但是确实材质是可以的。动力上呢，虽然说谈不上多暴躁吧，谈不上多有劲儿，但是呢，日常驾驶我觉得足够用啊。你像在这个级别里呢，2.5升4缸自吸呢，基本是一个主流的动力配置。现在有很多厂家啊，包括它的姊妹车型，由于环保排放啊，或者由于自身战略发展呢，都在塑缸上进行了先期的工作哈，变成了3缸机。那这个呢，又回到咱们之前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你说3缸加 T 跟这个4缸，可能在账面上，在账面数字上，可能比这个还漂亮啊，但它行驶品质上肯定是不如这个2.5、4缸机更自然一些。就像我们说，你6缸加 T 或者加啥，你肯定没有8缸机平顺。尽管你数字做的会非常漂亮啊，但是你的使用体验，包括你的颤动程度，肯定是不如这个4缸机的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这车这个中央这个屏，现在呢很多车都立起来一个中央屏，非常突兀的立一个中央屏。你立屏呢，现在我们也接受了，但是你在立屏的基础上，能不能稍微向驾驶员一侧稍微倾斜一些？这样的话，你直冲后面，直冲前方，驾驶员这个视角啊，当有太阳的时候，太阳某个角度的时候，会有一定反光，看不太清楚啊。这车呢是日本装的，多少呢？我感觉到装配质量还是可以的。你看，即便呢现在行驶了1万英里了，车上呢没有什么异响啊，你听不到什么异响。你包括塑料件和塑料件之间呢，你包括底盘啊都没有异响。你车身上现在大家能够听那个响，是我带那个冰桶啊，我带那个冰桶里面东西窜来窜去的声音，那不是这个车的响声。好，感谢大家陪我玩了一天啊！以上视频谢谢大家。